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传统菜——富顺豆花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四川黄豆1200克，同学们最好用非转基因黄豆，否则成菜不美观。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清洗干净，浸泡4个小时。冬天浸泡则需要6个小时以上。泡发的黄豆重量是圆形的2至2.5倍。下一步开始磨豆浆。首先加入以黄豆8倍的清水，用料理机搅拌成豆浆备用。同学们切记，水的重量最好是黄豆的7至9倍。豆浆搅好之后倒入锅中，然后开火边煮边搅拌，每一次搅拌都必须刮到锅底。由于豆渣很容易沉底，必须随时搅拌才不容易煮糊。豆浆第一次烧开的时候要加入适量的清水，这样可以确保豆浆真实烧开。没有煮开的豆浆含有毒素，不能直接饮用，所以这一步的目的是确保豆浆2次煮开。豆浆煮开之后，下一步开始准备沥豆渣。准备纱布1块放在盆中，直接倒入豆浆。提起纱布即可分离出不用的豆渣。如果此时盛出1小碗，加入白糖即成甜豆浆。分离出来的豆渣再次挤压出剩余的豆浆。下一步开始兑盐卤水。首先我们敲下1小块盐卤，放入水瓶中，再加入大约6倍的温水，然后晃动化开拌匀备用。同学们，盐卤具有一定的毒性和碱性，非专业人士请戴好眼镜和手套。下一步开始点豆花。首先我们把豆浆倒回铁锅中，然后撇去表面的浮沫，再把刚才调好比例的盐卤水均匀地滴入锅中。滴进锅中的盐卤水必须用漏勺推散拌匀，否则无法观察豆浆的浓稠度。同学们，此时的豆浆温度大约为95度，温度不能过高或者过低，否则蛋白质无法完美的凝固。盐卤水不能滴得太快，否则成菜有涩味。滴盐卤水的全过程大约为10分钟，越到后期必须滴得越慢，这样才能够集中精神观察豆浆的浓稠度。点豆花就像我们追梦一样，一定要给予足够的耐心，因为成功的美食根本没有捷径可走，直到最后豆浆中会产生明显的白色絮状即可。然后开微小火慢慢将温度提升起来，保持未开的状态10分钟。这一步的目的有利于蛋白质彻底的凝固。蛋白质凝固之后，周围的酵水会逐渐变成清澈的淡黄色。然后用漏勺或者烧鸡对粒挤压。同学们切记，这一步必须慢慢挤压，否则很容易浑汤。对粒挤压的目的是让豆花能够充分的粘合成整体。挤压成型之后，用竹片将豆花垫起来，这样的目的是保证豆花不被冲散。然后再稍微挤压即可，但挤压的越紧，成品的豆花就会越老；反过来压得越轻，豆花则越嫩。最后开微小火保温即可随时食用。下一步我们开始制作蘸水3件套。第一件是糍粑辣椒。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干小米辣，加入适量的灯笼椒，加入适量的子弹头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清洗干净。这3种辣椒的作用分别是：小米辣调节辣度，灯笼椒增加蘸水的香味，子弹头调节蘸水的颜色。清洗干净之后捞出，重新加水，开小火煮15分钟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把干辣椒煮软，方便剁成糍粑辣椒。辣椒煮至略软之后，捞出剁成糍粑辣椒备用。同学们，此过程最好戴上眼镜和手套，防止辣手和误喷眼睛。然后耐心地将辣椒剁成细蓉即可。
下一步开始调味，碗中加入适量的八角粉，加入适量的干沙姜粉，加入适量的干花椒面，加入少许的胡椒粉，最后加入2勺食用盐，然后搅拌均匀备用。嫌麻烦的同学也可以直接加五香粉。下一步开始准备第2件套，香料酱油。碗中加入几颗八角，加入适量的桂皮，加入2颗去籽的草果，加入1小块橙皮，加入几颗丁香，加入几片香叶，加入适量的干沙姜，加入青花椒1小把，加入适量的小茴香，加入适量的白芷，加入香果1颗，最后加入适量的白蔻，然后加入适量的开水浸泡10分钟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香料的苦涩味。10分钟之后捞出放入锅中，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中和咸味。同学们，如果酱油中含钠不高，则不需要加水。然后开火烧开3分钟即可倒出备用。倒出之后最好浸泡24小时，这样更香。当然也可以立即使用。香料酱油完成之后，开始准备第3件套，姜葱油。准备小葱1小把切成小段备用。准备洋葱1个切成细丝备用。当然也可以使用大葱，只要是葱都可以。最后准备几块生姜切成姜片备用。锅中加入适量的菜籽油，油温烧至4-5成热之后，下入切好的姜葱。同学们，姜葱和菜籽油的比例大约为1:2，当然原料越多，油则越香。姜葱熬制成金黄色之后捞出不用。下一步开始组合蘸水。首先在蘸碟中加入适量的糍粑辣椒，加入1勺葱油，加入1勺熬好的酱油。下一步开始加辅料，加入味精1小勺，加入1小勺现剁的蒜蓉，加入1小勺小米辣，加入少许葱花和藿香叶，最后撒上适量的熟芝麻即可。一份鲜香开胃的豆花蘸碟就制作完成。然后再盛上1碗滚烫的豆花，即可享受勤劳带来的美味。下一步开始技术总结。第一，原料最好选择四川本地黄豆，必须经过4个小时以上的泡发才能够磨出高质量的豆浆。夏天不能超过6个小时以上，否则很容易馊。豆花的制作最离不开的是盐卤，盐卤是四川自贡的特产。制作豆花的盐卤必须用6倍的清水稀释之后才能够更好的使用。盐卤不能直接使用，过量的误食可能会夺走人的生命，且不能放在儿童能够触摸的地方。第三，磨黄豆之前必须挑出劣质的黄豆，这样才能够提升豆花的质量。正常泡发的黄豆紧实有手感，腐败的黄豆一捏就碎，且有恶臭味。黄豆和水的比例为8:1，以下为错误的示范。豆浆太稀之后，蛋白质会无法完全的凝固，表面会始终漂浮着一层白色的浮沫。第四，豆花蘸水必须由糍粑辣椒、香料酱油、姜葱油组合而成，凡是加入辣椒油或者豆瓣酱，均为不地道。第五，传统工具的介绍。此工具为石磨，主要作用是磨豆浆和米浆。在90年代以前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套。石磨在启动之前必须先用清水泡发10分钟以上，这样可以减少磨盘之间的石粉末掉下来。此磨盘上下共计约重200公斤，磨盘越大，进豆量越多，效率则越高。
磨豆浆需要2个人默契的配合操作，其中1人负责推，另外1人负责加黄豆。磨盘必须慢慢的转，才能够充分碾压黄豆，推转的太快，反而磨得更粗。第6，此物为八杠，主要用作捣碎糍粑辣椒，偶尔也会用来制作糯米糍粑。八杠下方的容器为对窝，主要用作于捣碎原材料。在没有工业化的以前，糍粑辣椒几乎是用对窝捣碎。对窝捣碎的辣椒会比机器和刀剁得更加糍粑。其中“糍”的意思是指粘稠，“粑”的意思则是贴得紧的含义。第7，此物为摇荡杆，是用2根弧形木头中间由环形生体连接而成，主要作用是挂上纱布，沥出豆浆里面的豆渣。操作的时候动作类似摇摇荡荡，俗称摇荡杆。最后剩下的豆渣可以用来做菜，也可以用作鸡鸭鱼猪饲料。第7，过剩的豆花可以捞出放入纱布中，充分的捣碎，然后封口旋转纱布，挤干豆花里面的水分。最后用重物压制2个小时，即成卤水豆腐。富盛豆花的技术总结完毕。那山牛都等的。啊，山牛都等的，吃豆花吃豆花都等不得，大豆。你把山牛下来了，他推完之后，皮子剥了，隔嘛推就干了。一个推豆花的过程好多嘛。对。所以说推豆花给你们吃的人，朋友或者亲戚一定要去珍惜它。吃的是好吃啊，狗的就是麻烦的很。